昨天 Twitter 接受了 Elon Musk 的收购，关我什么事啊？他的收购价是54.2块哦，现在的股价才51块多，那你买了之后有可能可以套利赚钱哦。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在投资界经常会做的叫 arbitrage 套利的行为，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下投资的时候必须要非常重要的做的几个步序。顺带一提，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过往30年投资学到的心得和经历，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投资回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拍的视频了。那回到了今天的主题，昨天呢 Twitter 终于接受了 Elon Musk 提出的以美金54.2块买一股的 Twitter， 收购全部的 Twitter 的股票。有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Twitter 的股价也从之前的49块多涨到了昨天收市的51块7。大家可以看到市场是有效的，这个消息使到 Twitter 的股价马上涨上去了。那我买了不就赚了？那现在买还能不能赚？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的计算。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套利的公式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买的话，如果有利润的话，这个利润是它的收购价54.2块减掉现在我们买入的股价。但是呢，这个收购不是一定会成功，有机会成功，也有机会会失败。成功的几率，假设我们是个 P， 一会儿我们会来算一下这个 P 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少。如果是一定会收购成功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们要拿的资金去买这只股票，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收购成功了，我们才把钱拿回来，在中间也有一个资金的成本，这个我们叫它做 C。 但是万一这个收购不成功的话，刚才所说的收购成功是 P， 那收购不成功就是1减掉 P 这个几率。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它的股价也肯定会跌下去，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回 Twitter 之前的股价的话，当 Elon Musk 收购了一段时间之后公布的时候，他当时的股价是39块7到40块啊。当然这个股价也经历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大盘也波动了， Twitter 本身的股价也波动了。那我们假设如果收购不成功的话，它的股价是跌到了这个 Elon Musk 收购的 proposal 出来之前的39块7。所以这个套利的公式就在这里给大家了啊。那大家看到呢，在这个消息没有出来之前呢，之前的那一天的股价是49块，其实大家已经在猜 Elon Musk 收购有机会会成功，但是当时 Twitter 的董事会是拒绝这个收购的提议，所以这个机会还是不大。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段时间里面，整个美股的大盘是在跌，但是 Twitter 的股价从39块多涨到了49块，就是大家还是相信这个收购成功的机会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到昨天 Twitter 这个董事会接受了Elon Musk 这个收购的提议的时候，所以这个成事的机会又增加了一点啊。所以如果股价还在49块的时候，那应该做什么？就应该去买它了，对吧？因为如果我49块买入的时候，到时候这个收购价是54.2块，我收到的是54.2块，中间能赚5到6块钱，那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利润，对吧？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就会马上去买，这个行为就叫套利啊。那当我们不断有资金在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股价就会慢慢涨上去，从49块啦涨到50块啦，涨到51块啦，到了昨天收市的时候呢，到了51块7。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开始董事会接受了收购的提议，这个时候股价是马上涨的，之后呢基本上是慢慢的开始平衡了，开始涨得慢了啊，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平衡的价格 equilibrium 了。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市场是有效的，这个接受收购的提议这个消息基本上马上就大多数的反映在股价里了。之后呢当然还有一些调整，因为大家还会计算
对吧？有钱赚的话，继续会买，继续买的话，股价上去，把这个盈利减少了。在这个同时，万一它收购失败，这个跌下去的这个成本风险也是越来越高了，到最后有一个 equilibrium 一个平衡点啊。那么我们回到了那个套利的公式里面，到了那个平衡点里面，基本上就没钱赚了，所以这个利润在这个时候呢变成零了啊。那我们来算一下，在现在这个假设市场有效的51.7块的这个股价里面，市场告诉我们这个收购的成功率会有多少？那在这里呢，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数字叫 C cost of capital， 就是我们借了钱去买这个股价，我们是要付利息的，或者是用了我们成本，我们需要一个 risk adjusted return， 因为它有风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return。当然这个 return 要多少呢，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先假设这个 return 是0，在0资金成本的情况下，这个成功率是多少啊？要不然的话就会太复杂了。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利润变成0，到了那个 equilibrium 的时候 ，C 是0的话，计算出来 P 就是等于0.835，也就是说，这个收购到年底的时候，成功的完成的几率有 83.5%， 也是说有 16.5% 的机会是不成功的。那好了，我们刚才有说到啊，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我们把资金的成本变成0，但是当然资金的成本不会是0，对吧？无论是用我们自己的资金，我们要求一个回报，或者我们要出去借钱来买，那借钱的话要给一个资金啊，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计算出来有这个利润的话啊，很多的套利的人 arbitrager 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借上几千万几个亿的资金，把这个股价去推高，把这个 market 变成 efficient 啊，所以这个资金成本不可能是0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利润的公式就是 15.5P 乘上 P 这个成功的几率，减掉 51.7， 因为我们今天要买的话是需要用51.7块的成本，对吧？我们要借钱的话，作为一个借贷的成本啊，2就是一个 discount rate， 就是我们资金的代价，再减上13。那回答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今天还能买吗？就是看今天这个利润是不是大于0，如果是大于0的话，还是值得买；如果是少于0的话，那就不值得买了啊。那如果我们用这条公式来计算的话，我们也假设这个借贷资金的成本是 10%，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万一收购不成功，它跌下去的那个风险，也考虑到无风险的国债的利率现在是 2. 点几。那如果我们要借1年的钱risk adjusted return 高风险高回报，我们要求 10% 的回报，也不是太过分，对吧？所以我们把那个 R 用 0.1 或者是 10% 计算进去的话，这个 probability 就要大于或者等于 1.17 啊。但是我们知道收购成功一定成功，最大的可能也就是1啊，100% 成功的话也这个 P 等于1。那所以现在算出来呢，这个 P 大于或者等于 1.17 的话，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股价再去买的话，已经是不值得了。哎呀，好复杂，你告诉我就可以了吗？那其实呢，我想带出一个成功的好的投资者，他需要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个，他要非常喜欢思考。当我们看到 Elon Musk 收购Twitter 接受了他的收购提议之后，我就计算了以上给大家分析的一个计算，很复杂，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巴菲特、看 Charles Munger 等等，他们平时都是不断的喜欢看书、学习、思考问题。 How do you make those decisions? I think all the time. I'm on the clock at Berkshire all the time. 他们很少看股价的波动，但是他们平时每天基本上都会不断的思考。第二个，我们投资一定要依靠计算，而且计算什么呢？背后是计算每一件事情的风险和回报。我们要计算每一件事情发生的 probability。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涨的东西，也没有一定跌的东西，背后都是一个 probability， 一个概率。所以我们要去计算概率。那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些计算的话，
我会鼓励大家要投资先求知，先培养自己思考和计算的习惯，也可以慢慢的学习一些简单的数学、简单的逻辑，这样的话大家的投资回报就会更好了。那其实呢，今天这个课题呢是比较复杂我也担心会不会没有人会看到现在已经是放弃了，已经不看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看我这个视频的话，先给自己点个赞，当然也给我点个赞，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这样的复杂的计算你看不看得明白还是你希望我简单的讲点其他的课题因为我们在考虑拍什么视频的时候，我个人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给大家看到，投资其实不是光听一个消息，光听某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分析、独立的一些简单的计算、逻辑和分析的思维。当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已经不看了所以现在还在看的话，在下面写我有看到这里。那好了，如果你还想进一步做一个练习的话，我给你做一个功课最近呢，香港发售绿色债券。那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话，好多人说这是政府送钱给大家用，所以以下这个功课对你是非常重要的就算大家不是香港的市民，没有机会去抽这个绿色债券的话，也可以做以下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绿色债券它的利率是保证最低在 2.5%， 但是它真正的利率呢是跟香港的通胀挂钩的也就是说香港通胀如果像美国一样是 8.5%， 它的利率就是 8.5%， 如果香港的通胀以后涨到 20%， 它的利率也是 20%。 绿色债券为期是3年，每6个月派一次利息，现在每一手的债券是1万块。给大家的功课就是它在上市的那一天，假设市场有效，假设它的价格是反映着市场的利率给这个债券的价格当然我们假设它的利率就是 2.5%， 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通胀会是多少假设它的利率只是 2.5%， 它的这个1万块会涨到多少钱？1万块能赚到多少钱？大家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回答的话，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会答错。如果大家很多人留言的话，那我在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会计算给大家看，到时候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对，好吧？做功课了，那我们下次再见。